说要让加拿大成为第51个州，对加拿大人民来说会有什么好处呢？抱歉，未必拿得动，倒不如来成为加拿大第11个省吧。这个川普实在很有趣。任完第1届败选给拜登之后，以为因为国会的暴动事件会让他判刑入狱，结果官司缠身的同时，还宣布要投入选举，实在不可思议。然后还一路过关斩将，成为总统候选人，后来大胜，在2025年这年成为第47届的美国总统。这样谷底翻身的过程跟精神，实在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啊！但是，一上任之后，马上开刀扩府，整顿政府部门，给盟友下马威。一下说要增加关税，一下又说要并吞人家的国土，这样的行径在我看起来就是不给糖就捣乱的流氓屁孩。眼红别人家拥有的资源而自己没有，就觉得不公平，所以仗着自己身高体壮，开始伸手要保护费，还觉得自己没有亏到，才能让自己再次伟大。那川普在上任之后，突然脱口而出说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大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还对他的说法觉得嗤之以鼻呢。How about if we buy Alaska and we'll throw in Minnesota, Minneapolis at the same time? 结果他一天到晚不停地提到要并吞加拿大，结果加拿大的前总理跟我们说，川普是认真的，听了真的是哇靠！好几年来一直互相扶持的老兄老弟。结果这个哥哥现在竟然不分青红皂白的说要把弟弟给吃了来壮大自己，实在颠覆我三观啊！还直接称呼加拿大总理为州长。再怎么样，加拿大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独立国家，这样称呼一个异国元首，很明显非常的不尊重人，真的是很讨厌。川普为什么想要并吞加拿大？根据前加拿大总理土豆有一次在商会不小心在没有关麦的情况下透露，因为想要加拿大的自然能源跟矿物资源，而美国现在其实非常的依赖加拿大的石油跟天然气。如果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之后，阿拉斯加就能够无缝连接紧紧相邻的美国本土，成为名副其实的北美大陆国。那我们加拿大人是怎么想的呢？根据网上一家的独立新闻媒体针对川普51州的言论所做的调查，截至影片录制的当下，共有超过4000名的加拿大人做了这份问卷。在问到是否支持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州，有63% 的人不支持，29% 支持。而对于川普一直提到想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一州背后的动机，有部分认为是想让加拿大满足美国的需求，还有重新谈判贸易协议的手段。竟然有16% 认为是想鼓励加拿大变得更强大耶，所以才嘲讽我们这个国家。他有这么大爱吗？还有一些人觉得他只是喜欢媒体的聚光灯，还有说哦，他的个性就是这样。然后想要削弱加拿大的主权跟国家人民的荣誉性，有可能因为当问卷问到对于川普想要让加拿大成为51州时，大家的第一反应竟然有25% 的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这些人竟然被一个人的狗屁言论给撼动到。那我想对这些人说，加拿大不适合你，赶快搬去美国吧。其实除了这个独立新闻，也还有其他家的民调所做的结果都是持反对的。例如这一家的调查就有高达82% 表示不愿意加拿大成为美国国旗上的第51颗星。川普认真归认真，那我们就来好好的分析，美国是不是真的吃得了加拿大？这得要美国自己的国会批准，那100位议员之中就得需要有60票才能够交给参议院通过，是一个蛮难跨越的门槛。而且当加拿大并入美国的时候，因为人口最多，所以就会成为最大的一个州。美国大选的时候，就会成为最需要被争取的一个地盘。而加拿大人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党的，那就会对川普代表的共和党不利，所以走正常的程序可能行不通啊。那如果美国选择用武力攻打过来呢？希望不要啦。但是我们来看看两边的兵力比对好了。根据全球军事实力排名网站在2025年所发表的军事比对，可以看得出美国在各方面吊打加拿大，名副其实的小虾米对上大金鱼啊！好啦，感觉美国如果真的硬要吃，还真有可能吃得了。
还好川普目前没有武力侵入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但有说会用经济力量来让加拿大臣服，所以寄出了高达25% 的关税，给这个亲密盟友来个下马威。Because that'll make it easier to annex us. 这下把加拿大人给惹毛了，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如川普所愿呢？于是加拿大本土开始一连串的关税反击跟爱国运动，呼吁人民只买加拿大国货，取消美国的旅游等等。在两国的运动赛事上，也充分的展现了加拿大人的爱国情操，现场狂嘘美国的国歌。然后我们前土豆总理他强硬的发言反击，然而因为前阵子因为一些政治事件而搞得灰头土脸，结果现在反而变得让自己所在的政党支持度回升，新闻呢也都被关税还有美国想并吞加拿大的消息给占据，各大政党难得意见一致的齐心对外，誓言要保护加拿大的尊严跟主权。帅啊！所以，就算川普想要用经济力量来击垮加拿大，但是如果加拿大能够集结所有全部人民的力量来一起顶住，就不会有被并吞的危机。其实关税战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就有一些美国人因为川普一连串对加拿大的敌视行为而感到羞耻，主动到加拿大的一家餐厅里掏钱，帮所有客人买单，非常的暖心。The lady stood up and said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Americans who aren't agreeing with Trump. Everyone. 而知名的线上问卷平台也对美国人进行了调查，有49% 的美国人不支持加拿大成为美国一部分，25% 表示支持，不支持的美国人竟然只有一半，不像加拿大是压倒性的说 no。当然，也不是他们国家被并吞，立场不一样啊。问到了，如果真的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有77% 的人认为应该让加拿大人民自己决定。没错，让人民决定，这本来就是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权利，也是一个民主社会该有的制度。川普，你如果想要用公投的方式来让加拿大加入美国，那你只能失望了。至少现阶段有高达90%的人都说不愿意，你还是自己去做做梦就好。OK， 虽然不可能，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来好好的想一想，如果加拿大真的成为了美国第51个州，对加拿大人民来说会有什么好处呢？川普说，成为美国的州就不会有关税的烦恼了，而且加拿大的公民税务很高，成为美国人就可以减巨额的税。税务这方面倒是有道理，加拿大的公民要缴的税的确是挺高的，所以这还真的是不错。然后我想到买东西是不是会比较便宜？美金强势，所以购买力会比较强，而且因为不管吃喝，美国市场大，所以商品选择更多更广。去美国别州的时候，也不需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伍通关，然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一份子，好像也会有一点骄傲感。优点好像就是这些了。那对加拿大人来说，坏处又会是什么呢？这就多着了，让我来一一的列出来。枪支会开始泛滥，动不动就校园枪击，疯狂扫射，社会治安更差，人民更恐惧。我不想活在随时路上都会被射杀的恐惧底下。种族歧视会变严重，现在美国国家的头自己都厌了，而且又种族歧视，会需要付高额的医疗费看病。除非你有私人的保险，或者是公司可以 cover， 看病是基本的一个公民权利，很多美国人都没有这方面的保障。食物都高油、高脂、高糖，然后还一堆添加物跟有的没的生长激素，是在跟健康开玩笑吗？美国人连蛋都快买不起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不好，到哪里都会被其他国家人讨厌，还常常需要自保，说自己是加拿大人。所以很抱歉，我们宁愿关税战，宁愿陷入衰退，也不要成为美国的第51州，不如成为加拿大的第11个省吧。自从川普当选之后，在 Google 上面搜寻 Moving to Canada 的美国人一瞬间暴增了起来。加拿大到底有哪些地方吸引美国人想要来住呢？我可以列出好多的优点。生活方面，加拿大水质好，自来水都能直接喝，也不错喝。我们的蛋价浮动不大，人民买蛋根本不需要限制，吃鸡吃牛也不用担心一堆的生长激素，植物的添加物也没有像美国这么的夸张。社会方面，我们的公民福利好，有能够拿好拿满的儿童津贴、育儿津贴、失业津贴、全民医疗保险，还有一堆有的没的补助跟保障。国家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多元文化的包容，种族歧视在加拿大是零容忍，也没有枪支泛滥的问题。
所以就算是走在路上与人家一言不合，也不用担心对方是不是有枪。Well， 除非你遇到的是疯。国际方面，加拿大以友善跟礼貌出名，哪个国家不爱加拿大？护照排名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强。许多国家都欢迎加拿大人免签入境，当然，加拿大也是有缺点，像是我们市场小、没竞争力、商品选择少、税务高、币值很弱等等。讲白一点，就是没钱。但是我认为，对一个普通的公民来说，虽然我们的工作薪资比美国人少，税扣的比较多，购买力比较弱，但是我们拥有基本的生活品质跟保障。我生个孩子完全不用出到1毛钱，我看个病也完全不需要花到上万块，钱赚的比较少，没有关系，够用就好。那既然加拿大有这么多的优点，那如果美国加入加拿大成为第11个省的话，除了美国他们本身自己拥有的庞大市场之外，人民也都还可以享受到加拿大慷慨的社会福利，然后食物审核也更严格，不会担心有的没的添加物。美国人肥胖的健康问题说不定也可以改善哦。在国外也不用冒充自己不是美国人。结合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加上美国拥有的庞大经济力量，这不是更无脑的明智选择吗？川普，你可以考虑看看。是我们加币是比较弱，人民所得是比较低，但是还是老话一句，钱够用就好。本影片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专业建议或法律意见，请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判断，轻松看待。加拿大是美国最可靠、最亲近的盟友，如同前美国总统甘乃迪曾经说过：“地理让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经济让我们成为伙伴，而需求让我们成为盟友。”在这里，我也想套句前加拿大总理土豆对美国人所喊的一段话：从诺曼底的海滩到朝鲜半岛的群山，从法兰西斯的田野到坎达哈的街头，在你们最黑暗的时刻，我们并肩作战，甚至牺牲生命。天哪，听到这里，难道不觉得热血沸腾吗？911的时候，很多加拿大人其实都跑去捐血中心捐血，就怕美国人会需要。还有前阵子加州野火爆发的时候，加拿大也义不容辞的派飞机过去帮忙洒水协助。亲密如兄弟关系的两国，明明可以合作无间，为何却得要变得像是曹丕和曹植一样互相厮杀？所谓相煎何太急呢？虽然现实如此，但我认为这其实也可以是一个转机，让加拿大的内部团结、改革经济，让国家实力变得更强更好，让川普不再小看我们。对我来说，虽然我不是在这里出生，但从少年时期就接受加拿大的教育跟文化，也在加拿大价值观的熏陶之下长大成人，很大程度影响了我对世界的观念跟看法，塑造成了现在的我。我的人生有超过70%以上的时间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在这个许多人都认为是个有礼貌、友善，而且富有同理心的国家。每一次看到加拿大的枫叶旗飘扬，心中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豪跟骄傲。所以我们要坚决地反对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我以身为加拿大人为荣。